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人们收获粮食，拆开小麦，合成面包，再合成法棍。法式长棍面包是一种最传统的法式面包，营养丰富，保质期长，而且可以分很多次使用。因其质地较硬，也常常被人们当做一种非致命性的法国武器使用，有时候还可以充当棒球棍、卷发棒。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包，今天给大家介绍几个有趣的小道具。真正的美味往往需要经过年代的积累，从肥硕的放养野生小母牛身上挤出一桶最新鲜的牛奶，在它尚未与空气充分接触之前，快速放入熔炉之中烹煮，并将它烧制成喷香的奶块。然后趁它刚诞生于这个世界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要响叮当人不让之势，把奶块放到冰屋之中冷藏，在等待7745年，奶块就会被发酵成奶酪了。然后把奶酪均匀地分成8份之后，就可以快乐地享用了。加工过的奶酪每食用一个可以恢复超过1半的饱食度，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口粮。不过有的人可能不太习惯直接吃奶酪，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均匀地涂抹在面包上，面包就会被变成奶酪面包。这个奶酪面包又好吃又能填饱肚子，吃下去之后可以给你提供10秒钟的饱和，和掐了金苹果似的，饱食度瞬间就长满了。下面的食台是原版的蛋糕，但它是专门为了需要减肥的玩家们设计的。大家都知道，蛋糕里面有非常多的奶油，而奶油会提供相当多的热量，慢慢的堆积就变成了身体里的脂肪。当玩家食用这个蛋糕的时候，会有1/5的几率发生爆炸，多吃的每一口都可能带来生命危险，可以有效的帮助玩家们控制饮食，或者可以和小伙伴一起玩，一个人一次，和玩那个海盗桶一样。输的人的惩罚就是捡走对方所有的掉落物。小伙伴玩了之后非常开心，还送了我最喜欢吃的大嘴巴子。咦，这天气怎么说变就变？突然开始下雨了。不知道你们英语学的怎么样？在英语中有一句用来形容雨下的非常大的俚语 Rain cats and dogs， 天上下猫猫和狗狗。有一种解释是雷雨大作和猫狗打架的声音非常类似，看来这种解释是错误的，因为雨下大了后天上确实会下猫和狗。你没有见过的话，可能是因为雨下的不够大，也有可能是因为下猫狗雨的时候你们不在外面。那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在雨后看过这么多猫猫狗狗？那可能是因为下完雨之后它们全部都重新回到天上了吧。托尔，出来干活了。还有这个会飞的猪，主世界生成的猪有几率会变成飞猪，可能是由于主人太久没喂东西吃了，所以这只猪把旁边的空气都给吃了，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这个飞猪除了可以飞以外，和其他普通的猪都是一样的，也可以给它装上鞍然后骑。如果不小心打到它一下的话，它就会吓得飞到天上去。哎，对了，如果我在它飞到天上去之前骑到它的身上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哎。然后就是这个有激励回血的 TNT， 要么一个爆炸直接把你炸飞，要么炸出一堆爱心直接给你回满血，然后还给你送一堆金苹果和小发发。爱心的爆炸几率高达90%，在生命的危急时刻，这个 TNT 还是很有可能救到你的。然后这个是伪神之弓，伪神之弓的被动反向射箭，所有的箭矢无法向面前发射，只能射向背后。当初英雄联盟职业选手伪神就是靠这一箭名声远扬，据说反向射箭绕地球一圈就可以射中对面英雄。不过由于英雄联盟的地图不是圆的，所以他那箭理所当然的射空了。然后为了证明自己，他就改行去打吃鸡，还在比赛中打出了非常好的成绩。最后一个物品就是这个工作台。你们可能会想，工作台有什么神奇了？哎，兄弟，片面了。这个模式中的工作台是没有办法用4个木头合成的，必须在工作台之中用9个木头合成。那这就引起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，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想要合成工作台，必须用工作台来合成，但是我没有工作台，我该怎么合成工作台呢？
不过我查了一下 wiki， 发现了这个，原来工作台是会有几率自然生成的，看来是先有鸡然后才有蛋。哎，不对，鸡是工作台，蛋也是工作台，那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哎，不管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要介绍的全部内容。本期视频的模组来自上面这个作者，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